大家好，歡迎嚟到新潮文嘅頻道，我係你哋嘅主持郭正彤。就喺世界多國對巴以人道援助嘅關心，但係美方勢力以色列呢卻遲遲唔配合。40個國家集結咗1000艘船，就喺土耳其喺24號準備大舉越洋喺地中海度逼近加沙出邊嘅海灣。船上邊將會有老有嫩，同埋強調係唔會有任何武備嘅。表面上面睇起上嚟用嚟表達和平嘅訴求，同埋抗議以軍嗰邊嘅冷酷無情，實際上佢仲有啲咩戰略嘅效果呢？會點樣影響到美方以軍嗰邊喺巴勒斯坦、加沙等地肆無忌憚呢？而另一方面，以色列最近向菲律賓出售咗9艘阿塞羅級嘅攻擊型快艇，有2隻咧已經係到咗菲律賓嘅碼頭啦。據可靠嘅消息講到，呢啲攻擊型嘅快艇將會係要嚟喺仁愛礁同埋黃岩島喺南海度挑釁搞事嘅，目的就係以色列嗰邊要還以顏色，就住中國一直以嚟喺世界和平方面一馬當先咁樣去帶領，促使世界唔同嘅組織要勸和促談呢樣嘢咧，以色列特登就係要喺南海度搞局。表面上面咧就係呢個原因，但係其實深層嚟到講，美方以色列嗰邊又係基於啲乜嘢戰略目的？佢哋係咪想開始開拓南海嗰邊嘅戰線呢？今日就會就住而家呢個世界有幾多大型嘅組織同埋聯盟一齊俾壓力拜登，要停止干戈。停止干戈咧分2種，停火同埋停戰，2個係唔同嘅程度嚟噶。咁我哋中國同埋和平一方梗係講全面停止干戈啦，但係美方嗰邊係點講呢？個分別喺邊呢？亦都會同大家分析。而另外到最後就會陪同大家一齊去研究下預測未來。可以話俾大家聽，我哋本台嘅立場可以話俾大家聽，就係以色列係一定唔會停手嘅，背後有莫大嘅戰略原因同埋圖謀喺裏邊。今日就會為大家將呢啲陰謀一一嚟到揭破。今日就會為大家講，希望和平止戈嘅力量做緊啲咩嘢？主戰嘅力量想點樣喺南海度開闢另一個戰場？同埋第3，點解以色列點都唔會收手？預測嚟緊以色列甚至美國嘅未來。喺節目開始之前做少少呼籲先。新潮文嚟緊喺2024年1月為期12日嘅天府之國四川之旅呢，就現在正式接受報名啦。有興趣嘅朋友就可以 WhatsApp 過去+85268287447揾潘小姐報名以及係查詢行程嘅。而喺呢條片最後嘅18分鐘，亦都有我親自錄製嘅行程介紹。大家有興趣嘅話，亦都可以翻到去呢條片最尾嘅18分鐘睇埋我親自錄製嘅旅行介紹影片嘅。由於呢個旅程係我格仔親自設計，所以到時我亦都會隨團出發。如果想同我格仔玩盡呢12日嘅話，就立即 WhatsApp 過去+85268287447揾潘小姐報名，或者睇埋我嘅旅行介紹影片之後再報名都仲得嘅。喺呢度期望到時見到大家。事不宜遲，現在為大家報道最新嘅呢個世界局勢。世界局勢我哋就由巴爾嗰度講起。全世界40個國家，應該係話其實唔止呢40國家，全世界都希望巴爾嗰邊得以停止紛爭，等到受困難之人能夠得到安身之所，有個和平嘅解決問題方向。但係以色列嗰邊係一定唔會容許呢樣嘢發生嘅，所以今日就會話俾大家聽點解。現在40個國家就集結咗1000架船，總共粗略估計有超過4500人。呢4500人不是別人，不是軍人，不是政客，而係有老有嫩、大大小小嘅平民百姓。呢班都係愛好和平嘅人，佢哋就係集結喺土耳其上1000架船裏邊，希望可以表達一個心願，就係希望事情得以和平解決，同埋表達對以色列嗰邊嘅冷酷無情表示抗議。佢哋將會由土耳其24號將會出發，浩浩蕩蕩咁去到加沙對外嘅海岸上邊。佢哋打出嚟嘅旗號就係聯合國嗰邊已經俾咗規則出嚟，就係要勸和促談，要人道救助，希望呢件事情能夠得以落實。呢班人1000架船亦都會守住聯合國嘅規矩，就係唔帶同任何嘅軍備。佢哋係一個普通人，用普通人嘅身份嚟去到加沙嗰邊嚟到關注嗰邊嘅情況。
嗱，此舉咧就係有幾重嘅戰略意義。第一，現在就係睇你以色列夠唔夠膽對我哋呢班普羅大眾嚟到去喐手，就係用國際嘅壓力嚟到去夾以色列。但係咧背後亦都有好多戰略嘅目的。呢班人去到會唔會全部真真正正都係普通嘅普羅大眾呢？中間會有夾雜咗幾多考察人員同埋特別行動嘅人員喺裏邊，特登就要去到當地嚟到去揭發呢個真相，了解真真正正嘅關切情況嘅戰略情況，同埋攞數據呢。第三，呢扎船去到呢，就一字排開喺個港灣嗰度呢，就會令到以色列嘅航海運輸咧嚟到去受阻攔，影響物資同埋影響戰略嘅調配。而義軍嗰邊係絕對唔可以咧要佢哋走開，係喐都喐唔到，佢哋趕佢哋唔走啊，因為佢哋係和平分子啊嘛。嗱，呢40個國家會有咩人呢？其實喺目前為止，一定我哋已經知道有嘅，一定就係阿拉伯國家一定會去嘅。其次仲有俄羅斯應該亦都有中國人等等。伊斯蘭教嘅國家亦都有，即係例如話非阿拉伯嘅國家嘅伊斯蘭宗教嘅國家亦都會上船。現在就睇下呢啲船所謂40個國家嘅比率係幾多。我哋知道咧，歐盟亦都有國家，因為歐盟咧其實好多人，西班牙、法國咧佢哋都係非常非常之愛好和平，佢哋係唔希望見到有戰事嘅紛擾。雖然呢班咧係任性嘅民主主義者，但係咧佢哋咧好在有過分泛濫嘅同理心，佢哋咧係會挺身而出邊個人做啲惡霸行為咧，佢哋係會企出嚟嚟到去挑戰嘅。美國嘅做法將會如何呢？好多國際局勢嘅分析員佢哋都話，美國可能嘅做法呢，就係須知道現在咧係美國要聽以色列嘅帶領，以色列咧闖咗任何禍嘅時候，美國都要幫佢善後，因為美國咧係要聽以色列話嘅。美國可能會喺呢件事上面盡量用逐個擊破嘅方式嚟到去限制今次嘅大行動，例如話了解係邊啲國家嘅人士啦，然之後同當地嘅政府嚟去聯絡希望禁止佢哋上船，限制佢哋嘅行動，或者要佢哋如果你上船做啲咁嘅行為咧，可能背後付出好大嘅代價。呢啲代價咧都係發揮美國嘅影響力喺金融同埋商界或者身份移民政策方面、機會准入方面等等。總之，我哋睇得到土耳其咧喺呢件事上面係壁壘分明嘅，無論喺軍事上邊、民間政策方面同埋媒體言論方面都壁壘分明嘅。因為點解？好簡單啫。土耳其咧就係一個好想做突厥國家大佬嘅一個國家嚟嘅，所以面對異教危急存亡之秋，佢一定要挺身而出，一定要一馬當先，做最帶領嘅行為，先至啱佢嘅身份。佢根本騎虎難下，同埋我哋亦都要了解人哋嘅宗教，就係尊重人哋嘅宗教思想。任何信異教嘅人咧，佢哋真係將今次嘅事情咧視為呢個終極一戰。呢個佢哋嘅信仰同埋原則，呢啲信仰同埋原則咧係好比佢哋自己個人嘅榮譽同埋個人生活嘅享樂嘅。可能大家就會覺得通常咧發動呢個神聖之爭嗰啲都係嗰啲顛沛流離分子，都係嗰啲犯法分子，都係唔係好撈得掂嘅嗰啲人。其實唔係㗎，其實錫身咧就呢個世界每個人都有，尤其是身材萬貫嘅話咧，一定會錫身。但係亦都要知道人哋嘅宗教同埋人哋嗰個歷史文化。係對巴勒斯坦人，對守護佢哋自己嘅主權、維護佢哋嘅宗教嘅尊嚴呢樣嘢咧，係睇得非常之重。好多尤其是老一輩嗰啲大財閥、大富豪佢哋係絕對係會傾家蕩產咁去嚟到支持今次嘅巴以對決嘅。嗱，土耳其嗰邊咧就有咁樣嘅行動配合啦。其原因為呢個世界越嚟越多組織同埋聯盟同埋聲音係支持大家一齊要美方喺以色列嗰邊咧要停止干戈，但係以色列表達出嚟嘅態度咧，我一陣間亦都會加以解釋。佢係唔會停嘅，佢可能咧就會短暫地停手，即係我哋叫停火啦。呢兩個字我唔會重複得太多噶啦，我會用停手兩個字嚟到去代替嘅，因為咧油管就好敏感。短暫地停嘅原因就係交換以人為籌碼嘅威脅啦，同埋有啲人道嘅資源物資咧嚟到進行救助工作等等。但係講緊都係短暫性嘅啫，同世界其他聲音唔同。世界咧大部分聲音咧都係希望呢個干戈得以止息，然之後有呢個兩國嘅方案，尊重巴勒斯坦人立國嘅權利。喺猶太人眼中，話俾大家聽，以色列其實佢覺得一直以嚟覺得，自從1967年之後咧，
其實佢已經打咗巴勒斯坦翻嚟，嗰個係佢嘅。裏面嘅人呢，所謂嘅俾加沙佢哋啊，呢啲呢都係營地式嘅管理，就唔當佢哋係人，係圈養住佢哋嘅啫。因為佢哋係手下敗將，甚至約旦嗰邊啊，有啲地方呢，以色列都係覺得其實早已經打咗翻嚟噶啦，只不過喺呢個土地爭端啊、主權方面呢，係未爭取到嘅啫。佢都始終係覺得自己嘅地方。咁喺度俾少少劇透大家啦，就係當我哋今日會研究以色列點解唔會停手，點解會一直咁打落去？咁好簡單，我哋用一個 common sense 去理解。大家覺唔覺得以色列、猶太人呢啲咁嘅民族，佢會純粹攞咗成個巴勒斯坦就會滿足呢？佢會唔會滿足於就咁一個巴勒斯坦呢？梗係唔會啦。咁所以呢個就係劇透啦。我一陣間就會研究以色列行為去得咁盡，背後呢就係非常多嘅利益交纏同埋數據底下嚟到支持佢今次嘅行動，絕對唔係咧純粹係猶太復國主義同埋滿足自己狼子野心咁簡單。以色列就認為今次，尤其是而家11月，中國係喺聯合國嘅輪值主席國嚟嘅，就做咗好多行動。自從將軍一成為輪值主席國嘅代表嘅時候咧，就做咗好多行動，集結全世界唔同嘅聯盟同埋組織，一齊嚟到去夾美國同埋以色列嗰邊要停止干戈。美國嘅態度咧就係由以前係主戰嘅，即使180幾票咧係反對繼續開戰，但係美國同埋以色列都有個1、2票咧嚟到繼續係主戰。美國已經由主戰即係投反對票，已經變到咧投棄權票噶啦。以色列嗰邊咩態度咧？以色列一定頂硬上。以色列覺得始作俑者就係中國，所以而家咧我要喐你。最近就有2艘阿塞羅級嘅攻擊型快艇到達咗菲律賓。菲律賓咧其實就買咗9艘嚟自以色列嘅阿塞羅級快艇。咁呢2個攻擊型嘅快艇係咩來頭呢？根據可靠嘅消息，佢哋就會喺仁愛礁同埋黃岩島上面，即係中沙群島南海嘅局勢咧嚟到去挑釁同埋搞事，嚟到去企圖做到摩擦同埋唔覺意釀成干戈嘅局面。咁我哋今日就分析下呢啲9艘阿塞羅級嘅快艇能夠造成點樣嘅效果，菲律賓嗰邊會點樣用，同埋美國係咪諗住乘機開拓埋南海嗰邊嘅戰線呢？美國有冇咁嘅可能呢？就一同大家一齊咁樣分析。我哋都要為仁愛礁嗰邊隨時有可能會爆發嘅紛爭咧做好準備。我國嘅海軍亦都係。菲律賓現在用上嘅咧就係以色列提供嘅導彈攻擊嘅快艇。對於呢幾樣嘢咧，我哋要注意。須知道菲律賓嗰邊嘅嗰啲阿塞羅級嘅快艇從來都唔會搞出啲什麼大事件大狀況，因為我哋中國嘅水警未去到海軍應付佢哋都綽綽有餘。但係如果係攻擊型嘅話咧，就有啲唔同啦。目前巴以嘅衝突咧仲喺度進行當中，中國因為我哋好積極咁樣喺呢件事上面斡旋，以色列咧就認定咗佢嘅戰略受阻同埋受到國際嘅壓力同埋壓迫咧係中國搞出嚟嘅，所以近日以色列就發動咗佢嘅戰略，要開始喺南海嗰邊嚟到搞事，向菲律賓出售9艘阿塞羅級嘅快速攻擊型嘅快艇。當中有第5艘同埋第6艘咧，就係頭先我講嗰2艘咧，已經到咗菲律賓嘅馬尼拉灣南岸嘅甲米地市嘅一處碼頭裏邊。大家可以睇一睇相，就係呢2艘編號為 PG-906 同埋 PG-907 嘅2艘快速攻擊型嘅快艇，係由以色列造船廠有限公司喺海法造船廠嗰度嚟到做嘅。喺10月尾嘅時候，以色列就開始運嘅啦。嗰陣時候咧，就10月尾大家都知道啦，係巴以衝突咧爆發咗之後，即係話佢唔係最近先有咁嘅計劃，佢已經知道戰線呢樣嘢咧係要未雨綢繆，要提早嚟到預測，沙盤嚟到推演得到，已經有計劃，就係要喺南海嗰邊牽制中國嘅影響力。因為根本巴以呢件事情喺10月7號開始爆發，背後點解咁急，亦都有其原因，就係中國喺中東嘅影響力越嚟越深，美國一定要截胡。雖然話從2022年去年嘅9月開始，以色列就已經向菲律賓提供呢啲阿塞羅級嘅攻擊型快艇，但係之前呢就已經提供咗4艘。但喺以色列對中國巴以衝突當中嘅立場呢，以色列非常之不滿，而且中國同埋菲律賓呢仁愛礁
中沙群島出邊、南海出邊咧，又有好多唔同嘅牙齒印，所以以色列向菲律賓特登咧就係俾呢兩艘啊，今日要特別報道呢兩艘咩特別咧？就係能夠攜帶導彈嘅攻擊型艇，個意義係非常之唔同。阿塞羅級攻擊型艇咧係以色列自用嘅翠鳥級導彈艇，上面基礎升級而嚟嘅，最大嘅航速能夠超過40節。菲律賓方面咧訂咗9艘，但係咧呢9艘快艇，阿塞羅級嘅快艇個武備咧係完全都係唔同嘅。有5艘安裝嘅配備係30毫米嘅機炮、颱風遙控武器站，剩低4艘咧就係將會係可以配合可以發射長釘導彈嘅颱風武器站。由於菲律賓嘅攻擊型快艇已經達到6艘，所以今次運嘅呢2艘咧至少有1艘係可以發射導彈嘅型號。以色列嘅長釘系列嘅導彈基本上咧就係反坦克嘅導彈，而家咧移植咗喺阿塞羅級嘅攻擊型快艇上面咧，射程可以達到25公里。最新第6代版本嘅射程咧係可以去到31公里嘅，採用嘅係半主動激光、紅外、電視成像3維嘅導引圖、實時加密雙向數據鏈等技術。海上嘅威嚇咧、搞事嘅能力咧係絕對唔可以睇小。根據消息，大家如果仲記得嘅話咧，10月10號咪有喺黃岩島嗰邊菲律賓有啲快艇就衝入去嘅。現在到達菲律賓嘅阿塞羅級快艇咧，就係同之前嗰啲艇唔同嘅地方，就係配備埋導彈嘅攻擊能力。所以如果搞事起上嚟嘅話咧，隨時唔係淨係衝入紅線範圍以嚟，甚至咧就開埋炮、射埋導彈。當然，中國喺仁愛礁地方執行任務、一線任務嘅船咧，就淨係得054A、056A 同埋22導彈艇等各個型號嘅艦艇，但係整體戰力咧就唔係菲律賓嗰啲阿塞羅級嘅攻擊快艇同埋其他嘅軍艦咧可以比嘅。不過咁，如果今次佢哋啲快艇裝咗長釘導彈嘅話咧，隨時就會用快攻突襲呢啲咁嘅攻勢嚟到喺面對中國嘅海軍上面咧嚟到去搞事。嗱，首先如果我哋要咁大 size 嚟到打佢哋嘅快艇，點樣可以以快制快嘅針對性戰略呢？我哋需要應對呢啲搞事快艇，研究一個針對性嘅訓練戰略，形成一套能夠打擊阿塞羅級攻擊艇嘅戰術打法。其次可以咧喺056A 護衛艦同埋美濟礁上面部署直 9D 反艦直升機。直 9D 反艦直升機安裝咗對海上面嘅搜索雷達，機身可以安裝數據鏈同埋雷達警告天線，可以攜帶4枚鷹擊9號反艦導彈。鷹擊9號反艦導彈射程咧就有15公里咁遠，可以喺海面15米嘅高度咧安全發射，打擊1000噸以下嘅艦船，同埋航速38級以上嘅高速導彈，同埋航速38級以上嘅高速導彈艇，係菲律賓阿塞羅級攻擊艇嘅克星。再者可以部署多幾艘嘅22型導彈艇，22型導彈艇嘅速度咧可以達到50節，高過嗰個阿塞羅級搞事嘅攻擊艇，亦都可以咧攔截到阿塞羅級攻擊艇係有效嘅獵手。所以總括而言，菲律賓如果從以色列嗰邊搞咗啲阿塞羅級嘅搞事攻擊快艇，確實係會喺仁愛礁海域對我哋中國嘅艦船造成一定嘅麻煩。但係喺我哋巨大嘅實力差距面前，我哋同佢哋菲律賓阿塞羅級攻擊型快艇咧，就算做啲乜嘢搞事嘅行為咧，都係雕蟲小技，係麻煩會有，但係咧亦都唔係我哋中國難以應對，亦都係三爬兩撥，只不過用多少力度咧就可以收拾到。對住以色列同埋菲律賓提供嘅快艇向中國找麻煩，我哋唔需要感受到個太過刺激。當然咧，嗰啲崇洋媚外嘅媒體一定講到咧，佢哋幾咁無敵啊，點樣以快打慢啊，就將我哋中國嘅艦艇全部擊落。呢啲都係佢哋純粹自我感覺良好嘅啫，佢哋嘅作用有限，佢哋唔會真係可以喺南海嗰邊對我哋有任何損傷。佢哋只不過咧就係要嚟挑起南海嘅紛爭，打開南海戰局嘅炮灰嚟嘅啫。所以而家我哋要研究嘅咧就係美國有幾大嘅可能咧會開南海嘅戰線。但係咧，我哋而家從呢樣嘢我哋知道，就係啲好戰嘅民族
唯恐世界不亂，要喺周圍嚟到去挑釁搞事。呢個世界越係多干戈嘅時候咧，佢就越得利嘅國家美國、以色列，佢哋嘅行為只會令到我哋更加激勵我哋去支援可憐嘅巴勒斯坦人，維護正義，維護呢個世界和平安穩嘅決心。所以從以上嘅分析，我哋能夠知道，俾呢啲攻擊型嘅快艇，美國嘅圖謀係乜嘢？佢想做到嘅效果係點樣？講到呢度，可能大家咧都會開始有啲問號就係你唔係講過拜登要專心應付2024年嘅大選，佢點都唔想開闢第三條戰線嘅咩？因為淨係顧住巴以嘅問題已經顧此失彼，俄烏嗰度都唔係好照顧得到啦。咁點解今日你要分析佢會唔會想開第三條戰線南海因為嘅原因好簡單，大家真係唔好覺得美國嗰邊咧係上下一心意見一致。美國唔係咧喺度唱紅臉同埋白臉，美國嘅拜登佢並不是想一邊同習主席有習拜再會傾呢個和談協議，另一邊咧就喺度暗地裏搞事陽奉陰違。佢唔係咁，而係美國根本係一個好嚴重嘅內鬥。拜登咧做咁多嘢就係想同中國搞翻好啲溝通橋樑同埋關係，而呢樣嘢亦都成就咗。拜登係唔想再開闢另一條戰場嚟到搞事，因為咁樣影響到佢選情。但係奈何美國話事嗰個根本就唔係拜登，大家都知道美國話事者就係先係一班支持拜登嘅商界。呢班人咧就夾住拜登，就逼佢一定要同習主席修好關係，因為佢哋要進駐中國嘅大市場。不過商界都唔係商界巨頭科技巨頭都唔係最話事。美國仲有最話事咧就係咩？猶太人勢力，跟住咧仲有咩？仲有美國軍工複合體，呢啲勢力係堅持，如果佢哋嘅戰線越多嘅時候咧，佢哋越係貨如輪轉。所以美國嘅軍工複合體咧，如果能夠開闢南海嘅戰事，如果巴以呢個局面係真係因為受到各方嘅壓力真係止息嘅時候咧，就同之前10月嘅版本一樣，俄烏之爭，美國嘅國會唔再支持烏克蘭嘅時候，佢就即時禁制要點着巴以嗰邊嘅戰線繼續嚟到去受武，貨如輪轉。如果巴以嘅干戈又止息嘅時候咧，咁咪即刻禁制南海呢邊咯。對美國而言，上任嘅總統只不過咧就係一個集團嘅 CEO， 呢個 board 先係話事嗰個。今日咧就可以捧你做 CEO， 下年咧就捧第二個。最緊要美國背後真正嘅話事嘅勢力咧，有佢哋自己圖謀同埋國策。咁大家如果聽早兩日新潮文嘅節目咧，大家都會知道菲律賓喺呢件事扮演嘅角色係乜嘢啦。小馬可斯就係俾美國夾住要嚟喺南海度挑釁搞事嘅，協助搞事嘅。小馬可斯唔知佢同拜登傾咗啲咩條件，但係佢一定要搏表現，佢一路要搏表現，希望爭取到更多對自己利好嘅條件之餘咧，亦都要小心翼翼，唔可以 all in。萬一真係做咗全面嘅鬥爭，三爬兩撥俾中國收拾咗嘅時候咧，咁佢就真係變成炮灰啦。所以佢喺度踩緊鋼線，所以大家都喺度分析。就係菲律賓嘅小馬可斯會點樣利用新嚟嘅攻擊型阿塞羅級嘅攻擊型快艇，佢會用到去咩程度？10月10號嗰時候點解咁勇？一衝咗中國嘅紅線，甚至同我哋中國嘅海警嚟到對着幹，導致我哋中國現在咧回應菲律賓嗰邊嘅行動咧就已經係對等。既然佢出得軍方嘅艦艇，我哋中國亦都出軍方嘅艦艇嚟到對等應對，開始咧就係強硬咁回應，唔會再忍噶啦。咁即係話下一步，如果菲律賓唔覺意即係開始發炮嘅時候，我哋都會發炮應對，咁就會開始摩擦噶咯，開始挑起戰事噶咯喺南海。一挑起戰事嘅時候，菲律賓完全清楚自己嘅軍力，呢啲咁嘅快艇咧係好似烏蠅咁樣，係好煩啊！大拍兩拍咧，俾少少力，俾少少速度就可以搞得掂。菲律賓咧係喺美國令到幫佢之前佢已經俾人收拾咗。當然，我哋中國嘅立場，美國亦都算得好清楚，就係我哋唔希望挑起任何戰事。即係呢個世界好戰嘅國家，立國200幾年咧，得16年係冇喺個戰事當中。但係我哋中國立國以嚟並冇主動挑起過任何戰事。現在研究嘅咧就係美國同埋以色列到底喺巴以嘅事情上面，佢哋係咩立場？而家咧出咗兩個版本，一個咧就係停火，一個就係停戰，兩個咧性質係完全唔同嘅。我哋就係講停止紛爭同埋干戈，佢哋咧就係暫時中場休息，停一停，等交換咗嗰啲人嘅籌碼，即係以人為籌碼嚟到交換翻啦，同埋嗰啲物資能夠輸送到俾需要嘅人。我而家用停手嚟到代替呢個字，
美國以色列嗰邊嘅版本咧停就係停嗰幾日嘅啫，跟住咧隨時啊再繼續嘅開打。現在最新嘅消息咧就係證實咗，由24號開始就有第一批哈馬同埋以色列嗰邊嘅以人為籌碼嘅交換，將會嘅人數涉及400人咁多，同埋亦都會有一啲物資係會俾需要嘅人。但係以色列嗰邊咧強調到一樣嘢，就係到目前為止佢嘅說法都係覺得國際唔應該再擺希望喺加沙嘅走廊上邊，因為嗰邊已經爛晒㗎啦。以色列嘅情報部長亦都透過媒體話俾全世界聽，國際而家應該做嘅咧就係重新安置巴勒斯坦人，就即係達到以色列嘅戰略目的，就係將啲人全部趕晒去約旦或者埃及，清空咗呢個巴勒斯坦地。佢哋需要呢個地方，可能大家諗，其實之前你都係有㗎啦，嗰啲人都俾你夾住，佢哋都冇自由同埋無所作為。所以我就話啦，以色列嘅野心根本就唔係淨係一個巴勒斯坦咁簡單，佢目的咧係要做成個中東嘅大佬，重整成個中東嘅秩序，以佢哋為首。點樣可以達到呢樣嘢咧？談何容易啊！咁我喺之後分析以色列點解唔可以停，就會同大家講噶啦。咁美國嗰邊而家講一講先。美國嗰邊係咩立場咧？現在美國受到嘅就係全世界多方嘅壓力。首先就係美國嘅商人啦，美國嘅商界就需要拜登搞好中國嘅關係，等佢哋可以進入中國嘅大市場。嗱，大家記唔記得呢個亞太經合組織嘅商界晚宴，好多人都爭住坐喺習主席嘅台上面嘅。嗱，嗰啲人其實已經紛紛進入緊中國嘅市場噶啦。大家記得喺呢個商界晚宴，例如話喺民間嘅組織、民間嘅商企就有呢個 Mastercard 同埋 Visa 信用卡，而家咧其實已經可以進入大陸嘅市場噶啦。佢哋同中國嘅呢個支付系統合作，而家咧呢啲咁嘅外卡都可以喺中國嘅境內掛佢哋嘅支付系統，好似佢哋平時啲人咁嚟到電子支付。不過呢啲嘢都係小 case， 最大嘅咧就梗係嗰啲黑石橋水集團喺中國嘅龐大投資啦。因此，如果你有任何戰事同埋南海邊一搞事嘅時候，你影響咗中國對呢個海外合作嘅呢個意欲嘅時候咧，呢班商界一定係唔妥過你拜登嘅。拜登嘅選情咧岌岌可危，但係可能你又會話啦，咁拜登點會開南海嘅戰線嚟到去影響自己選情啊？咪就係因為唔係佢開咯，係軍工集團開噶嘛。你睇下拜登喺呢件事上面幾咁難做。另外就係歐盟嗰邊亦都表達咗佢哋嘅意欲啦。歐盟27個國家嘅外長透過歐盟秘書長表達咗，現在唯一能夠停止干戈，等事情得到圓滿解決嘅結局咧，就係協助巴勒斯坦建國。係巴勒斯坦從來冇建國嘅，加沙嗰啲咁嘅地方咧，嗰啲唔算係一個國家。應該而家講緊嘅咧，係唔係我哋中國所講嘅兩國方案啦？翻去呢個1967嗰個戰事之前嗰個一人一半嘅版本啦。另外11月20號，習主席同埋馬卡龍亦都喺線上通話，就係講到馬卡龍亦都表達咗，如果事情咧再惡化落去，因為法國而家咧都有幫手去送啲救援嘅物資、醫療嗰啲去巴勒斯坦嗰度。馬卡龍亦都說明得好清楚啦，兩國方案就係佢哋支持嘅方案，即係所以咧歐盟嗰邊已經俾咗意欲出嚟。咁金磚國家最近喺11月21號，習近平喺線上開一個巴爾嘅峰會。嗱，大家冇聽錯，金磚國家本來係一個金融同埋經濟嘅組織，而家咧就住呢個巴爾局勢開個巴爾峰會。嗱，此事非同小可，即係話金磚五國再唔係純粹一個咧做生意嚟搵大錢嘅組織，而家係牽涉埋政治，佢嘅影響力咧喺個世界就越嚟越深噶啦。咁即係話金磚國家影響力越深，美國嘅影響力就會相對越低啦。咁佢梗係驚啦，梗係令到拜登嘅選情岌岌可危啦。呢個峰會就又係講到咩？兩國方案勸和促談。另外，我哋聯合國嘅代表將軍，須知道今個月11月咧，就係我哋中國就係聯合國嘅輪值主席國。由我哋一上任做呢個輪值主席國開始，我哋已經馬不停蹄嘅不停咁嚟到去聯絡啲組織同埋聯盟，嚟到就住呢件事分秒必爭咁樣去爭取巴爾嗰邊能夠救助需要嘅困難之人。關於人道、停止干戈同埋協助物資能夠進入呢個加沙嘅地方，將軍咧就喺聯合國頂住呢個
以色列嗰邊嘅代表。以色列嗰邊咧對住聯合國秘書長窮追猛打，而我哋將軍咧就直斥其非咁樣嚟去頂住，策動多次嘅投票，就係希望可以有更多嘅聲音。聯合國通過咗嘅時候，你美國同埋以色列夠膽唔守，咁你真係退會噶咯，咁你就受到全世界圍攻同埋譴責噶咯。美國嘅態度已經由咧反對票主戰，已經而家去到棄權嘅啦。而家得係以色列喺度撐住嘅啫。如果以色列唔配合停止干戈同埋呢個人道救援嘅話咧，即係你當然佢亦都唔介意啦，得罪金磚國家組織，得罪呢個阿拉伯國家組織，甚至你得罪埋歐盟，咁你真係與全世界為敵。當然啦，以色列驚唔驚與全世界為敵啊？可能都未必驚嘅。咁我一陣間咧喺分析以色列嘅圖謀嗰段咧，就會一一嚟到解釋噶啦。阿拉伯國家唔係淨係咧佢哋先係信伊斯蘭教嘅，係全世界嘅伊斯蘭國家咧，最近亦都有呢個阿拉伯國家外長同埋伊斯蘭國家嘅外長一齊去到同阿王毅嚟到開會。佢哋呢班人咧就係成立咁嘅聯盟同埋咁嘅代表團，就係為咗喺全世界唔同嘅地方不停咁嚟到去找尋更加有力嘅勢力嚟到去幫手，嚟到勸和促談。而家今時今日呢個世界能夠頂得住美國嘅咧，就只有中國，所以佢哋第一站都係嚟中國呢度。相信佢哋第二站會去邊度咧？有啲人分析就有可能去俄羅斯嗰度。無論係歐盟、阿拉伯同埋伊斯蘭嘅組織，佢哋全部係希望咧就係全面停止干戈，跟住兩國方案就同現在美方以色列嗰邊嘅做法係唔同。佢哋咧就係要暫時停手啫，停幾日咁多，跟住隨時咧就再開波。而以色列嗰邊亦都係面不紅氣不喘，係會直接表達佢哋嘅意願，就係話你哋呢班阿拉伯國家同埋伊斯蘭國家去到北京同埋開會咧，講還講你唔好講停手而家唔係時候即係話對以色列嚟講咧，唔係時候停，係要繼續打落去，講得好清楚噶啦。以色列嘅情報部門嘅外長亦都同國際講，唔好諗住救佢哋啦，安置佢哋好過啦。即係話巴勒斯坦成個咧就俾咗以色列，佢哋態度好明確，佢哋都直接表達出嚟。美國嘅軍方點樣諗住開闢南海嗰邊嘅戰線？為嘅係咩呢？當然好簡單，呢個世界越多戰事咧，美國軍方嗰邊咧就繼續貨如輪轉，呢樣嘢就肯定。大家可能會覺得啦，就當拜老頭唔係軍方嗰邊嘅立場，因為佢民主黨，但係特朗普共和黨都講過，話特朗普話，如果我上任嘅話，我一個電話，巴爾嗰邊即刻停啦，咁樣。呢番說話係假話嚟嘅。話俾大家聽，而家美國最主戰嗰派咧就係共和黨，尤其是特朗普嗰邊嗰啲粉絲，係覺得咧以色列一定要打落去，然之後咧要攞晒成個巴勒斯坦。最主戰就係佢哋嗰班人，呢個世界最主戰就係特朗普嘅嗰班人。所以特朗普上任，佢係唔會一個電話咧嚟到喝停巴爾嗰邊。佢如果上任嘅話咧，就係能夠令到呢個戰事得以延續落去。即係話我哋而家就喺度諗緊啦。到底美國係邊個話事？猶太人有幾惡？所以而家咧就一齊去研究下，到底喺美國軍工複合體同埋猶太人勢力係惡到啲咩程度？我哋可以咁樣嚟到預測，若然因為國內大量嘅反戰聲音，而拜登無力勸咗以色列，即係喺人民眼中啦，無力勸咗以色列嚟到去停止佢嘅冷酷無情行為，咁拜登就會落台。而如果嚟緊真係特朗普喺2024年嚟到去勝出咗之後，去到2025年佢上咗任之後，都沒有做任何鮮明嘅行動，可能純粹擺下姿態去下外訪以色列，嚟到懶係做調停嘅工作。但係呢個戰事一直以嚟都係咁延續落去嘅話呢，咁就即係話美國嘅猶太人勢力同埋軍工複合體真係咁惡到呢，就係佢哋先係主宰住美國嘅國策，佢哋要捧邊個就捧邊個。撳低你拜登就撳低你拜登，總之無論係共和黨、民主黨上台都好，都唔會影響到佢哋猶太人復國主義同埋軍工複合體嘅利益。戰事得以延續，甚至南海嗰邊都開始，就算小馬斯唔想都好都要擦槍走火。若然呢啲事情都喺嚟緊2年發生嘅話呢，咁即係話表示美國真真正正嘅大佬就真係顯得出，無論共和黨上場同埋民主黨上場都唔重要，完全表示咗美國最後最大嘅大佬就係軍工複合體同埋猶太人勢力。
而如果猶太人復國主義係真係繼續咁打落去嘅時候，完全係唔理國際嘅聲音，甚至歐盟、金磚國家、阿拉伯國家對佢嘅制裁咧，佢都視若無睹嘅時候咧，咁即係表示咗美國都要聽命於以色列，聯合國嘅說話都可以唔聽。咁我哋如果呢啲事情都一一發生嘅話咧，咁即係表示我哋就將會清清楚楚睇到底美國背後話事嘅係邊班人啦。咁我哋就一齊研究下咯。美國背後嘅勢力呢班大佬係揸住啲咩利益咧？除咗軍工之外，當然仲有傳統嘅石油舊能源啦。所以特朗普先至咁反對新能源，同埋先至咁反對嗰啲電動車啫嘛。之所以係咁，所以阿根廷特朗普呢個米利選咗出嚟，佢講到明自己師承特朗普，特朗普亦都馬上嚟到去打電話祝賀。呢啲都係舊能源一派。現在就話俾大家聽，點解喺10月7號會爆發咁樣嘅戰事？以色列背後有啲咩圖謀？美國背後有咩圖謀？係根據點樣嘅一個大戰略而開始進行？而除咗佢哋自己所相信嘅教派啦，就係要復國啦，全世界所有猶太人嘅願景啦，呢啲比較理想主義嘅嘢之外咧，喺實際上政策同埋利益上邊咧，今次嘅巴以之戰趕走晒啲巴勒斯坦人，佢哋要全面接管巴勒斯坦，係一場點樣嘅佈局？嗱，話說再講多次，呢個戰事爆發第一輪嘅攻擊，大家就表面上睇到係哈馬斯嗰邊射咗5000個火箭過去以色列嗰度啊嘛。呢啲火箭一過去嘅時候咧，就克服咗嗰個鐵穹防空能力，但係以色列中咗招之後咧，佢哋嘅國防係20幾分鐘之後先開始有反應嘅。我哋到今時今日，我哋唔需要再講呢個係哈馬神聖鬥士嘅自發行動，我哋唔使咁講噶啦。呢個咧想話俾大家聽，喺好多伊斯蘭嘅組織裏邊，喺嗰啲刺激組織咧，美國都有佢自己嘅人，美國都有內鬼嘅。總之呢個戰事得以爆發，一定有以色列自己主導嘅成分。就喺10月7號之前，喺幾個禮拜，內塔尼亞胡就喺聯合國嗰度開咗個會。但呢個會咧好出名嘅，因為內塔尼亞胡咧就好中意攞住張卡紙加埋啲 marker 烏哩馬查呢樣嘢咧，係佢一個標記嚟嘅。咁佢呢個會咧，佢亦都做一樣嘢，喺9月喺聯合國佢就提出一個 proposal。呢個 proposal 咧就係中東嘅 NWO 中東重構中東新秩序。呢個咧就係佢提出嘅重構中東新秩序。佢就拎住個地圖出嚟，然之後揾個紅色 marker 咧就畫咗一條橫線，查咗過去。但係呢個咧唔係塗鴉嚟嘅，呢個就係佢重構中東新秩序嘅路線圖，要成就一個紅色 marker 咧嘅經濟走廊。當然背後唔係經濟咁簡單啦，背後有更加大嘅圖謀啦。而呢條 marker 線咧就係由印度去到阿聯酋，再經沙特、約旦插到去呢個以色列，然之後由以色列咧出去地中海，再去到歐洲嘅一條咁樣嘅經濟走廊。呢條 marker 似啲咩啊？呢條就係似之後阿拜登喺印度同埋印度總理莫迪嗰陣時候咧，就講嗰條咩香料之路咧係不謀而合，基本上係一模一樣，係同一樣嘢嚟嘅。所以美方同埋以色列咧就係喺度打龍通，一齊要透過呢條咁嘅經濟走廊，呢條線就係要嚟重構中東秩序。而當然重構中東秩序就梗係唔係個個都有份話事啦，就係要以色列為首咁話事啦。所以以色列話俾大家聽，大家開始聽呢一段新聞嘅時候，呢段分析咧就係要有個 common sense。呢個 common sense 就係以色列係狼子野心，佢係唔會滿足於淨係得到一個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佢已經打咗翻嚟噶啦，佢覺得佢而家要咧係成個中東呢條咁嘅經濟走廊咧，可以一石幾鳥達到幾個目的。第一就係要阻截我哋中國嘅海上絲綢之路。啱啱咧呢條紅色線一查落去咧，就截斷咗我哋嘅海上絲綢之路嘅嗰條路線。因為中國嘅一帶一路咧就係一個壯舉，西方世界非常非常知道就係絲綢之路呢樣嘢就係喺呢個文明人類文明裏邊有舉足輕重嘅地位。就由古時古時嘅絲綢之路，由西安去到和田，去到喀什、烏茲別克、巴格達，即係伊拉克嗰邊，跟住去到敘利亞、大馬士革，再去到土耳其。呢個陸上絲綢之路係人類文明嘅一個標記壯舉。而中國嚟緊即係已經係不斷咁發生緊㗎啦，就係中東嗰邊嘅影響力越嚟越深，調停咗以巴多年嚟嘅夙願，
跟住中國嘅影響力再伸到去敘利亞，伸到去敘利亞就非同小可啦，即係講緊中國嘅影響力就已經由巴基斯坦、伊朗去到沙特，然之後再去到敘利亞，即係出到地中海噶咯。敘利亞如果開放佢嘅拉塔基亞港口同埋中國全面合作嘅話，咁中國就係如入無人之境。此事非同小可，因為敘利亞出邊嗰個盆地個海口係呢個以色列嗰邊志在必得嘅，因為嗰邊有龐大嘅資源利益。此事就係關係到石油同埋天然氣之爭。一直以嚟，好多人就問啦，點解要協助猶太復國主義喺巴勒斯坦嗰度，係都要將佢插喺嗰度？身邊全部都係阿拉伯伊斯蘭教嘅人，要由嗰度嚟到發起。原因就有好多，但係去到今時今日咧，以色列要喺嗰度復國咧，就已經制定咗一個目標非常之清晰嘅戰略，就係因為要重整中東嘅秩序，要喺嗰度咧挖天然氣。咁天然氣呢個世界有幾多個對手呢？就梗係有好多大國對手啦。俄羅斯天然氣同埋伊朗天然氣，全世界一二大嘅大國。美國點解要再翻去之前2014年要協助烏克蘭嗰邊搞顏色動亂，然之後就自成為國？因為美國好清楚有一樣嘢就係北約一定要東擴，一定要得烏克蘭。大家如果睇下呢個圖就會知道啦。所有俄羅斯嘅天然氣都係經啲管道去到歐洲。而啲管道全部咧都係喺呢個烏克蘭上邊嘅，所以得烏克蘭你就同時間鉗制住俄羅斯嘅天然氣輸出，同埋揸住歐洲人嘅命脈。呢個圖謀咧其實遠在10幾年前美國已經知道噶啦，所以一定要搞2014年嘅顏色動亂，要令到烏克蘭嗰邊咧就真係追求自由民主咁樣，其實自己落入咗人哋嘅圈套都唔知。得烏克蘭，得歐洲，呢個就係美國嘅戰略。而成功，大家今時今日完全睇得到啦，就係喺俄烏戰事爆發之後，美國係點樣嚟到去乘住戰事戰亂呢樣嘢嚟到制裁俄羅斯，等歐洲嗰邊冇氣用，咁美國咧就將佢哋嗰啲液化天然氣5倍6倍10倍嘅價錢咁樣嚟到去一船船咁樣運去歐洲嗰度嚟到進行大肆收割，賺到盆滿缽滿。咁當然啦，我哋唔講俄羅斯點樣用暗嘅途徑亦都繼續咁賣天然氣俾歐洲，呢啲我哋唔講啦。但係起碼喺市場份額上面，美國達到佢嘅戰略目的。美國係揸住歐洲嗰邊，尤其是入到冬天，而家又冬天啦，係更加需要依賴外來嘅天然氣嘅。因此就有北約東擴呢個戰略。所以即使喺俄魯烏仔戰事爆發之前拜魯頭已經多番咁強調，一定要毀咗北溪嘅1、2號呢樣嘢係唔可以存在嘅，甚至美國嗰邊成日都有政客咁嚟到強調啦，歐洲咧就唔可以太依賴俄羅斯嘅天然氣咯。講到出口啦，其實可以考慮下北美嘅天然氣咁樣啦。呢啲言論咧，全部都喺俄魯烏仔戰事爆發之前嘅。其實美國早就已經咁嘅圖謀。跟住面對第二大天然氣大國又點樣伊朗，大家記得就係伊朗核協議啦。核協議就係2015年至2016年嗰陣時候，咁大家都好開心。咁伊朗咧就控制佢嘅核使用，咁咧就唔會受到制裁。唔會受到制裁嘅時候，伊朗咧就可以繼續咁將佢嘅油氣資源嚟到賣出去。但係此時馬上咧就受到一個總統，點解換嗰個總統特朗普2016年上台，2017年單方面廢咗呢個所謂嘅伊朗核協議，然之後單方面制裁伊朗，就截斷咗伊朗咧賣天然氣俾其他國家。咁即係咧。呢兩個對手俄羅斯同埋伊朗嘅天然氣，本來就喺美國嘅計算裏邊，美國咧點都要剪除呢個心腹大患。而第三，咁呢樣嘢關以色列咩事咧？關事。以色列對出咧就有一個叫做黎凡特嘅盆地。黎凡特盆地尤其是上邊有個叫尼維坦嘅島。根據2010年地質學家嘅勘探咧，發覺下邊有大量嘅呢個天然氣資源，儲存量非常之高，但係能夠接觸到。即係2010年嗰個地質學家咧，喺嗰個以色列對出嗰個地中海嗰個黎凡特盆地，邊個可以接觸到呢個地中海嘅地方咧？就有幾個國家。第一就係敘利亞，敘利亞出邊嗰個拉塔基亞嘅港口就可以接觸到呢個地方。第二就係黎巴嫩，黎巴嫩出邊咧就係個貝魯特港口就可以接觸到呢個盆地。第三邊個地方以色列嘅自己海法海口。呢個口岸係可以接觸到個地方。第四仲有咩加沙出邊嗰個海港，
所以點都唔可以俾加沙啲人咧，係啊，你有個海港啊，但係你捉魚都唔得，一定要夾住佢哋。咁2010年知道有咁嘅消息嘅時候啦，咁你話而家先講，咁啊做咗啲乜嘢？佢做咗好多嘢。所以2010年當知道下邊有金掘嘅時候，以色列馬上同美國一齊動心思，佢哋馬上想制定一個咧政策出嚟。呢個政策就係如何能夠獨佔呢個咁嘅天然氣嘅大倉庫。而佢嘅戰略咧就喺2010年開始嚟到制定。2010年大家知唔知發生咩事？大家一定記得，就係敘利亞嗰邊嘅冷酷無情嘅對待，同埋嗰邊嘅流離失所。本來咧美國咧就馬上同敘利亞嗰邊嚟到去講數，就係你嘅港口出邊嘅敘利亞要同佢哋合作，有好多 offer。但係咧敘利亞唔知咩原因啊可能佢哋知道美國佬信唔過啦，一拒絕。你拒絕又點啊？得拒絕咪喐你咯，就發動咗敘利亞之爭，令到嗰邊大量流離失所嘅人。然之後美軍大量咁咧嚟到佔據，而家佔咗1/3嘅呢個敘利亞嘅地方，而佔敘利亞嘅地方嗰1/3咧，大部分都係油田地方嚟嘅。即係話你一係就合作，合作咧就係做美國嘅盟友，一係就做我嘅敵人。不過咁基辛格都講過啦，做美國嘅敵人都好過做美國嘅盟友，因為做美國嘅盟友咧就最危險，做敵人咧可能都能夠較到一日之長短，可能仲有一拼嘅機會。咁當美國搞掂咗敘利亞之後，咁佢想唔想喺出邊開採啲天然氣？佢梗係想啦。咁所以咧到美國一有動作嘅時候以色列一有動作嘅時候咧，黎巴嫩嗰邊咪講咯，你試下出去轉天然氣，你出一架船過去，我即刻射最惡嘅導彈過嚟，你出一架我射一架，用最強硬嘅態度嚟到阻止以色列去挖出邊嗰個港口嘅資源。咁加沙巴勒斯坦人更加諗都唔使諗啦，都話啦佢哋捉魚都唔得。所以點解一直以嚟以色列過去10年喺中東會做咁多嘢出嚟，完全係根據呢個戰略而去做嘅。而喺俄佬同埋烏仔戰事爆發咗，即係去年爆發咗之後，咁邊啲人去嗌得最大聲嚟去支持以色列嗰個所謂嘅中東重整新世界秩序嘅呢樣嘢就係歐盟嗰個馮德萊恩。歐盟嘅馮德萊恩同埋以色列嘅內塔尼亞胡喺呢個歐盟議會上面一唱一和。馮德萊恩咧，大家就知道啦，就係拜登嘅師妹。拜登講咩咧？佢都要聽噶，就係拜登喺歐盟嘅代理人。當去年嘅冬天令到歐洲嗰邊嘅情況非常之嚴峻，冇氣用，冇得供暖，要捱貴嘅能源。而今年咧就係喺呢個10月7號巴以爆發之前，由將近去到冬天9月嗰陣時候，咁所以佢哋咪開會咯。開會嘅時候咧，內塔尼亞胡就所以整咗咁嘅卡紙地圖加呢個 marker 出嚟，話我有解決你哋嘅能源問題就話俾你聽。2010年地質學家咧就知道嗰度大量嘅天然氣，只要你配合我重整中東嘅秩序，整一條咁嘅氣管。所以呢個咁嘅香料之路又好，經濟走廊都好，其實就係氣管嘅管道，由印度嗰度咧就插過去阿聯酋，去到沙特、約旦、以色列，然之後咧就再由以色列嗰邊出去塞浦路斯，去到希臘，再灌到過去意大利。一條咁樣唔單止係經濟走廊，唔係香料之路，根本係呢個石油氣之路，係有龐大嘅油氣利益喺度嘅。咁我哋之前都講過啦，我頭先好強調民主黨同埋共和黨噶嘛，邊啲人就係最主張舊能源呢？共和黨嗰邊呢個戰略就係共和黨主戰嘅共和黨同埋以色列嗰邊夾出嚟嘅。當然啦，拜老頭你話佢有冇份參與，有冇份嚟到推波助瀾？有，因為點解？呢個係佢總統嘅職責嚟嘅，選得你上台，你就係要配合美國嘅國策，唔係拜老頭自己諗出嚟嘅，唔係民主黨諗出嚟嘅，係美國背後軍工企業同埋油氣大佬同埋猶太人勢力諗出嚟嘅戰略嚟嘅。佢只不過係 CEO，佢哋要執行嘅啫。拜老頭嘅工作就係要令到呢個戰略妥善執行，如果唔係，我就拉你落嚟。所以而家咧，我哋最好就係驗證咧，就係2024年嘅大選啦。到底背後啲大佬惡啲定係民主黨有幾多 say， 共和黨有幾多？政黨同埋大家睇到嘅呢啲總統政府咧係有幾多 say 咧？2024年我哋就會知道噶啦。咁要成就呢個局面要點樣就係要將僅餘嘅巴勒斯坦人全部都趕走晒。所以喺9月嗰陣時候喺聯合國，佢哋提出咁樣嘅重整中東秩序嘅方案，要有個解決問題咧，就係要促成呢條油氣之路唔再係經濟走廊啦，唔再係香料之路啦，完全係石油氣之路，就由呢個印度一條管道殺到去歐洲嗰邊。哇！呢個咁大嘅壯舉，咁大嘅利益喺背後，所以快啲要禁制，快啲要禁制促使
呢個巴以之爭爆發，一爆發咁佢哋可以乘勢咧就趕晒嗰啲巴勒斯坦人，咁佢哋獨霸呢個巴勒斯坦地嘅時候咧，咁佢哋可以發揮佢哋嘅影響力，快啲嚟到去促成佢哋新嘅中東秩序 NWO 啦。所以咧，其實好多嘢咧根本完完全全就係相通嘅，甚至關係到北溪，關係到俄佬同埋烏仔戰士，都係呢個世界大國嘅鬥爭裏邊咧嘅棋局之一。中國亦都點解喺今年要馬不停蹄？所有創舉咧喺中東嘅影響都係今年發生，由年頭嘅呢個沙特同埋伊朗一笑泯恩仇之後，都係為咗令到中東嗰邊早日唔好再跌入紛爭嘅邊緣，唔好再俾西方世界咧嚟到去利用。咁所以呢樣嘢亦都加速咗咧內塔尼亞胡要快啲撳掣。萬一中國對中東影響力越深嘅時候，咁佢嗰個重整中東計劃咧就會有好大嘅阻力啦。所以講到呢度，連貫翻今日所有新聞，大家知道就係巴以嗰邊嘅鬥爭，點解內塔尼亞胡要喺南海嗰邊都要煽亂？因為呢個根本係同一個戰略，無論係軍工複合體又好，無論係為咗奪取中東都好咧，知道中國喺背後一定係一個好大嘅勢力嚟到阻止西方世界去滿足佢哋嘅圖謀，所以極有可能南海嗰邊咧係會爆發戰事嘅。所以而家就係研究啦，研究就係到底美國嘅唔同山頭唔同勢力，到底邊個會喺2024年去跑出？遊戲大佬、軍工企業、猶太人勢力會否贏到美國嘅民粹？美國大部分人都係反戰，荷里活有好多演員都係反戰嘅，但係佢哋咧，荷里活演員夠膽出聲反戰，佢會被制裁，因為點解啊？你係演員嚟嘅啫，你唔係開戲嘅大佬，你唔係金主，金主咧好多係猶太人啊。而我今日講嘅呢啲分析咧，對我哋嚟講係這麼遠那麼近，對中東人嚟講咧，佢係每一日都要面對嘅嘢，佢哋完全心知肚明以色列想搞啲乜嘢，尤其是嗰啲中東嘅大國沙特呢啲完全知道，但係對沙特而言咧，佢係中東嘅大佬，無論你係整咗你嘅香料之路又好，你嘅一帶一路都好，沙特都係一個不可動搖嘅角色，所以佢都係要睇清睇楚，要埋邊邊，但係當然佢嘅心意咧係傾向中國呢邊啦，因為中國會為未來帶嚟和平同埋穩定建設，呢樣嘢係中國嘅願景。美國咧亦都係講咗幾十年話會帶嚟文明同埋穩定呢啲願景，但係咧幾十年嘅時間證明，幾十年嘅例子證明咧，完全係唔係咁嘅一回事，只會越嚟越亂嘅啫。所以佢希望咧都係傾向於中國呢邊。嚟緊世界局勢會越嚟越刺激，而家咧終於燒到去南海呢邊啦。而家就係睇下小馬可斯俾美國係夾到咩程度，甚至將呢個菲律賓推去戰事嘅邊緣咧，都要滿足美國擦槍走火喺南海搞事嘅呢個戰略。嚟緊嘅世界局勢咧就自有分曉。不過我哋身為中國人咧，我哋可以唔使擔心，因為我哋中國嘅軍力咧就係我哋沿海無敵，出去對其他國家進行軍侵呢樣嘢我哋唔會做，亦都唔需要考慮咧我哋軍力能唔能夠成就呢樣嘢。但係起碼咧我哋絕對有足夠嘅自保能力。餘下落嚟咧，我哋會見到咧會更多嘅南海搞事分子，例如話剛剛尹錫悅咧，明明南海唔關佢事，佢都出聲，就俾我哋中國嘅外交部叫佢唔好趁熱鬧，唔好喺度搭爹。澳洲嗰邊阿爾巴尼斯係希望同中國咧打好貿易嘅關係，嚟到去貿易互補合作，但係澳洲嘅軍方同埋情報部咧就係跟美國嘅，所以大家亦都會喺未來嘅新聞見到澳洲會越嚟越多動作，就係同阿爾巴尼斯新嘅呢個澳洲總理個方針唔同，就係好似咧佢哋協助南海搞事咁樣，軍方越嚟越多動作，日本更加唔使講啦。而呢個咧就係嚟緊2024年嘅局面啦。喺節目結束之前，就由我格仔親自介紹一下今次最新推出為期12天嘅天府之國行程究竟係點樣先㗎啦？有興趣嘅朋友就可以 WhatsApp 過去+85268287447揾潘小姐報名以及係查詢價錢同埋領取行程資料嘅。整個行程都係由到我格仔親自設計，並非一般坊間嘅旅行團係揾到相關嘅行程嘅。並且今次天府之國之旅嘅行程，格仔咧亦都會隨團出發，陪大家玩盡12日嘅。出發日期就由嚟緊2024年1月嘅21日至到2月1號嘅，為期12日。首先第一日嘅旅程，我哋就會去到由香港機場出發，直飛到去成都嗰邊嘅飛機航程大概係2個半鐘頭就到噶啦。之後喺稍作休息瞓過一晚以後啊，我哋就會進入到
第二日嘅行程。第二日嘅行程就會由成都嗰邊乘坐我哋特登安排到嘅飛機椅旅遊巴前往西昌，然之後咧就沿住呢個雅西高速公路呢一條被譽為中國最靚嘅高速公路之一嚟到去正式抵達西昌。去到首先為呢個旅程熱下身，參觀到呢個瓊海國家濕地公園嘅。瓊海國家濕地公園係一個面積好大嘅淡水湖，以水質清澈見稱嘅。佢嘅景色優美，亦都係一個盛產魚蝦嘅地方，係一個有名嘅天然漁場，亦都係一個國家級有名嘅濕地公園嚟嘅。成個瓊海分為觀鳥島、夢裏水鄉、煙雨鷺洲同埋西坡鶴影嘅。呢度嘅景色非常之優美，絕對值得我哋花時間嚟到呢度睇一睇嘅。之後嘅行程就會去到第三日，亦都係今次整個行程嘅主要一部分。話晒咁遠，由成都搭車過嚟西昌，當然梗係要參觀到屬於我哋國家四大發射中心嘅其中之一個西昌衛星發射中心啦。西昌衛星發射中心位於四川省西昌市嘅航天北路，係隸屬於中國人民解放軍戰略支援部隊嘅，亦都係中國嘅飛彈以及係衛星嘅發射基地之一。早年呢一度咧係禁止參觀嘅，但係隨住內地旅遊嘅開放，西昌衛星發射中心亦都會喺某一啲時間係接受遊客參觀嘅。今次我哋亦都有幸爭取到參觀西昌衛星發射中心嘅機會，大家千祈就萬勿錯過啦！喺參觀完衛星發射中心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參觀阿柳耶擬文化風情實景火獸劇嘅。呢個火獸劇係當地著名嘅少數民族嘅一個實景劇嚟嘅，裡面就彰顯咗彝族獨有嘅風情文化，而且佢嘅場面規模非常之龐大。如果嚟到西昌冇睇過呢套火獸劇嘅話，真係唔好話自己嚟過西昌啊！再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大石板村、唐縣以及係建昌古城嘅。之後我哋就會離開西昌，嚟到第四日嘅行程就會由到西昌嗰邊去到另外一個城市樂山市嘅。喺樂山市有一個非常之著名嘅景點，亦都係一個著名嘅世界文化遺產。呢個就係樂山大佛啦。樂山大佛被譽為世界第一大佛，佢係一座彌勒佛像嚟嘅。整座佛像就刻喺凌雲山嘅岩壁上面，佢嘅高度幾乎同佢身背後面嘅嗰一座山係一樣咁高嘅，而且腳踏住江水，睇起上嚟十分之雄偉。喺呢度呢，我哋亦都會嚟到包船，從另一個角度去到確保可以睇得晒整座大佛。之後我哋就會從樂山大佛去到峨眉山嘅附近嘅，然之後就進入到第五日嘅行程。嚟到峨眉山，當然我哋就要上到峨眉山嘅金頂啦。喺呢一度呢，我哋仲特登重金咁安排到乘坐獨立嘅環保車，直達纜車站，然之後呢再可以乘搭埋纜車，直接往返到峨眉山嘅金頂嘅。以往嚟講，要去到峨眉山嘅金頂需要一定嘅體力，但係現在我哋就可以免除呢個煩惱，摁腳咁樣啊，就能夠可以去到峨眉山金頂噶啦。然後呢，我哋就會進入到第六日嘅行程，第一站就會嚟到呢個成都博物館。成都博物館就係1984年正式開放嘅，而喺2009年，成都博物館嘅新館呢亦都開始修建，並且喺2016年6月就嚟到正式開放嘅。呢度嘅館藏非常之豐富，亦都係國家嘅一級博物館嚟嘅。代表嘅藏品就有石犀牛、京粵松七人像以及係漢代嘅石碑嘅。由於館藏實在太多，多到講都講唔晒。正所謂要了解一個地方嘅來由，去到當地嘅博物館去了解就係最好嘅第一步。當大家進入到博物館之後，就會了解到點解四川係會叫做天府之國。喺天府之國呢個名詞背後，包含住整個中國由戰國時期去到魏蜀吳三國鼎立嘅時期之間嘅歷史嘅。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位於四川博物館附近嘅武后祠。武后祠呢個祠佢相當之特別，佢係唯一中國君臣合一，亦即係君臣合祠嘅祠廟嚟嘅。再講一次，亦即係君臣合祭嘅祠廟嚟嘅，由武后祠、漢超列廟以及係衛陵所組成嘅。武后祠始建於公元223年，
初時係漢朝列帝劉備嘅一個陵寢嚟嘅，後到尾就一齊拼入埋三國時期蜀國嘅丞相諸葛亮嚟到一齊供奉。再之後我哋就會去到浣花溪公園嘅呢度，以杜甫草堂嘅歷史以及係文化為背景嘅，再運用埋現代嘅園林同埋建築設計嘅前園理論，結合古典園林同埋現代建築藝術所結合而成嘅城市公園嚟嘅。呢度山水交融、自然雅致嘅景觀以及嘅建築，凸顯咗現代川西文化嘅敦厚嘅歷史底蘊，係一座將自然景觀、城市景觀完美融合嘅成都市入面最大嘅開放式森林公園嚟㗎，亦都完美咁演繹咗詩人杜甫嘅詩意韻味嘅。再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錦里古街，以及係再欣賞埋當地嘅四川變臉表演嘅。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第7日，另一個旅程嘅重頭戲，近年都非常之著名嘅三星堆啦。三星堆位於四川省廣漢市嘅城西三星堆鎮嘅，佢係屬於青銅時代嘅文化遺址嚟嘅。但係佢最特別之處就在於喺三星堆裏面揾到嘅嗰啲文物，除咗有3000幾年嘅歷史之外啊，亦都同期我哋中原文化所揾到嘅文物嘅嗰個造型相比起上嚟呢，係非常之唔同樣嘅，而且設計同埋風格都係完全唔同。究竟解釋咗啲乜嘢呢？好多人都會有唔同嘅遐想，認為到三星堆會唔會係外星文明而嚟嘅呢？又或者三星堆係咪屬於一啲外來嘅民族，或者係一啲其餘嘅古文明呢？尤其係三星堆所揾到嘅文物，佢嘅做工以及係工藝都比同一時期商朝所揾到嘅青銅器物件係更加鬼斧神工，所以就為到三星堆更加添上一層神秘感啦。喺呢度，我相信大家係親眼睇到三星堆文物嘅時間，一定能夠揾到屬於自己嘅答案。再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北川嘅地震遺址，同樣都係我哋今次旅程嘅其中一個焦點嚟嘅。北川地震遺址就係汶川大地震之後嘅災區所保留落嚟嘅完整景象嚟嘅，亦都係世界上面原貌保護規模最大、地震破壞最全面嘅一個地震遺址嚟嘅。基本上喺呢一度所保留到嘅都係當刻汶川大地震嘅原貌。喺呢度我哋就可以學會如何居安思危，如何敬畏大自然。相信對於我哋呢一啲住喺絕對安全城市嘅朋友係有一個好好嘅學習作用嘅。之後嚟到第8日嘅行程，我哋就會嚟到劍門關鎮嘅，係歷史上非常之知名嘅關隘嚟嘅。喺古代時候，如果要進入蜀地嘅話，攻下劍門關就係佢嘅必經之路，而且要進入到四川蜀地嘅話，喺經過劍門關之前，仲要走過地勢險要嘅蜀道。因此，我哋喺呢度呢，亦都可以見識到唐代詩人李白所講到嘅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究竟佢真正嘅意思係點樣？因為蜀道就喺劍門關嘅面前，我哋如今都可以體驗得到啦。再之後，我哋就會去到翠雲廊景區。翠雲廊景區其實就係劍門蜀道翠雲廊現存嘅7803棵嘅古樹嚟嘅。喺呢啲古樹入面，差唔多全部都係古柏樹，就佔到當中嘅9%噶啦。而呢啲古柏樹，佢嘅平均樹齡就有1050年咁耐。當中最年長嘅2棵古柏，一棵就叫做劍閣柏，另一棵咧就叫做隋大柏。呢2棵古樹嘅年齡咧，仲係去到誇張嘅2300年咁耐，所以咧亦都被稱之為蜀道奇觀同埋森林活化石嘅。然之後咧，我哋就會去到第9日嘅行程，就會去到阆中古城嘅。阆中古城係咩地方呢？其實唔好睇佢好似唔出名咁樣，阆中古城佢係同平遙、麗江、攝縣並稱為中國嘅4大古城嚟嘅，亦都素有天下第一江山之稱。阆中古城佢嘅建築風格係完全體現到我哋中國古代嘅居住風水觀，棋盤式嘅古城格局融合到南北風格於一體嘅，亦都係中國古代建成選址天人合一呢個標準嘅最完美嘅一個典範嚟嘅。
喺朗中古城就有張飛廟、永安寺、五龍廟、滕王閣、觀音寺、巴巴寺以及係大佛寺，仲有川北道貢院等，總共8個全國重點文物嘅保護單位嚟嘅。咁所以我哋點能夠錯過呢笪地方呢？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第10天嘅行程，嚟到由成都航空工業花咗歷時2年所興建到嘅首座園林式嘅戰鬥機博物館嘅。呢個同樣都係行程嘅重點。當然我係一名軍迷嚟噶嘛，梗係中意參觀呢一笪地方啦。喺呢一度就陳列咗9款唔同嘅戰鬥機嘅，佢哋分別就有殲5型嘅戰鬥機、殲7型嘅戰鬥機，出口到去巴基斯坦嘅梟龍戰鬥機，以及係作為我哋中國空軍現役3劍俠之中嘅其中2款殲10嘅戰鬥機，以及係殲20嘅戰鬥機嘅。而當中仲有另外2款系列嘅無人機，分別就有翼龍系列嘅無人機同埋天賜系列嘅無人機，總共3架。嗱，當中我哋要注意到啦，喺呢度所擺放到嘅殲20戰鬥機呢，佢係呢度嘅亮點之一嚟嘅。原因就係想當年喺2007年殲20研究立項論證嘅時間啊，就整咗一架全尺寸嘅金屬樣機嘅。而呢一架最早嘅殲20概念機，其實就係放喺依個園林博物館裏面嘅嗰一架殲20啦。因此佢係十分之具有重要嘅歷史文物價值嘅。再之後咧，就會去到成都近郊嘅一個大熊貓樂園，呢個咧亦都係行程嘅重頭戲之一嚟嘅，就係參觀到呢一個中華嘅大熊貓院啦。中華大熊貓院亦都係我格仔特登選址嚟到去參觀大熊貓嘅地方。原因就係除咗四川係大熊貓嘅出生地，係大熊貓嘅發源地之外我哋亦都做足功課，知道四川參觀大熊貓嘅地方係有好多嘅，但係點樣為之揀一個好嘅呢？喺我嘅標準嚟講，當然好嘅熊貓參觀地方就一定要人比較少，最好咧就係熊貓多過人。如果唔係去錯地方嘅話，就反而係參觀人多過熊貓啦。所以我哋嚟到中華大熊貓院就啱晒啦，因為喺呢一度咧人比較少，熊貓比較多，咁樣大家就可以毫無障礙睇清楚呢度活潑可愛嘅熊貓，仲可以作出近距離嘅接觸。呢一種感覺係喺其他嘅動物園唔能夠感受得到嘅。再之後呢，我哋就會參觀到我哋中國人古代嘅智慧結晶都江堰千年水利工程啦。喺古代憑住有限嘅人力以及係建造技術，究竟我哋點樣利用到我哋嘅智慧嚟到治理岷江嘅水患呢？唔講唔知，都江堰水利工程其實距離現今已經超過2270年嘅歷史噶啦。但係即使時至今日過咗2000幾年啦，都江堰水利工程依然繼續運作當中，係繼續令到四川嘅人民受惠嘅。如果冇咗都江堰嘅話，其實都好難有天府之國依笪咁富庶嘅千里平原。所以嚟到呢度，我哋一定要好好咁去睇下屬於我哋中國古代人嘅智慧究竟有幾咁厲害。之後呢，我哋亦都會去到都江堰嘅仰天窩熊貓自拍廣場，睇到佢嘅造型都覺得非常之得意。然之後呢，亦都會去到都江堰西街，以及係成都嘅春熙路步行街。春熙路步行街係成都最繁華嘅商業街嚟嘅，就由春熙東路、春熙西路、春熙南路以及係春熙北路4條嘅步行街組成。當然近嚟都非常之熱爆嘅太古里，亦都係出名多靚仔靚女網紅經過嘅地方嚟嘅。然之後我哋亦都會去到另一個古色古香嘅網紅打卡點，成都嘅闊澤巷子。喺呢度呢，記住去到影多啲相，因為呢效果非常之出眾㗎。再之後就嚟到第12日嘅行程，我哋喺臨上飛機之前就會嚟到去見識一下四川獨有嘅茶文化。因此呢，我哋就會嚟到著名嘅觀音閣老茶館。呢個老茶館呢已經有上百年嘅歷史啦。佢嘅建築就係典型嘅川西地區清雅房嘅建築嚟嘅。由於佢嘅年代遠久，所以都幾有嗰股滄桑感㗎。呢個茶館無論從
佢嘅建築、陳設，仲有茶客，都透露出濃濃嘅歷史感嘅，亦都係最具四川文化嘅特色。然之後，我哋就會搭專車前往成都天府機場，直飛到香港，就嚟到結束今次為期12日嘅旅程㗎喇。喺呢度順帶一提，今次呢一個12天嘅天府之國旅程，格仔係會隨團出發嘅，因為話晒呢個行程都係我設計㗎嘛。而且我哋喺全程所安排到嘅旅遊巴呢，都係俗稱2+1座位嘅飛機椅旅遊巴嚟嘅。佢嘅座位非常之闊，係我哋特登預訂，唔係一般出邊嘅旅行社可以坐得到㗎。再嚟，我哋仲會為每一位團友特別加送到每人一張夠晒呢12日旅程所用到嘅一張數據漫遊電話卡嘅。呢張數據漫遊電話卡係可以直接連通香港，所以即使身處國內都可以暢通咁使用到類似 WhatsApp 啊、睇 YouTube 啊，或者去登入翻你哋香港嘅電郵嘅。咁當然啦，你亦都可以攞呢張數據卡嚟到去油管嗰度睇我哋新潮文嘅節目嘅。總之就係暢通無阻。最後一點就係我哋今次所安排到你嘅呢個行程，都知道大家嘅性格噶啦，都係想舒舒服服、他他條條，所以我哋呢個行程所設計到嘅行路位呢，就唔係太多嘅啫，基本上都係點對點，唔需要行得多嘅。喺呢一度我就再重複多一次報名以及係查詢行程價錢嘅聯絡方法，就係 WhatsApp +85268287447去到揾潘小姐去索取資料以及係報名嘅。再講一次係 WhatsApp +85268287447聯絡呢個 WhatsApp， 到時希望見到你同我玩盡呢12日。咁今日嘅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喺節目結束之前，請大家關注、訂閱新潮文嘅頻道，新潮文2.0頻道，留言同埋將我哋頻道廣傳開去，仲有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咁今日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多謝。